大家好，我是 Oliver 苏，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百米用炮台与无敌海景。为什么百米用炮台可以看到无敌海景？跟着我沿着光华路37巷往太白社区的指标一路往前走，一路蜿蜒迂回到了顶端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碧草如茵的草地，以及濒临海岸的百米用炮台。矗立在这片高地上，眺望广阔无垠的湛蓝海洋，身心不禁为之舒展爽朗。这就是探访那么多个炮台之后，从来不曾有看到过这种无敌海景，所波动出内心的那种悸动的感觉，还真是特别。碧海蓝天的衬托下，4个半圆弧状呈一字排开的巨大炮座，格外显得万夫莫敌的气势。环顾四周，矗立在左侧小丘后的3支大烟囱，正迎着微风招展着。那正是台电协和火力发电厂。这3支高耸的烟囱，也成为海上船舶辨认基隆港方位的另一个航标。百米用炮台区前方的草坪是欣赏基隆外港海景的最佳地点之一。日本时期简万火的《基隆志》一书中所在的基隆8景之一，米瓮晚霞就是形容黄昏薄雾时皑皑晚霞的美丽景象。让我们来谈一谈它的历史背景。这一带旧称荷兰城，可能早在荷据时代就有筑有堡垒之类的建筑。百米用炮台根据第三级古迹先动炮台修复计划的研究推论，自此在清光绪年间就已设置。清法战争时曾被法军攻陷，不过日本已为清台之役的战争地图上并未看到此炮台踪影。今天所见的形貌，则是日本时期改建后的结果。从地理形势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百米用炮台位于基隆港西边，坐落在从海岸巨然升起、海拔近70公尺的高地上，而高地两旁的小山恰好构成炮台绝佳的天然屏障，不受到侧面攻击。皮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问百米用炮台的配置以及建筑特色。这是一个好问题哦，皮皮。我们先看炮台的配置。指挥所4个炮座，观测台由左至右一字排开，并面对海上，是百米用炮台最显著的特色，也是台湾现存炮台中绝无仅有的形式。为何建筑成这个样子？由炮座所在的位置以及被赋予的职责，不难明表当中的奥秘。另外，百米用炮台属于海岸炮台，它的主要任务是直接以强劲火力摧毁敌舰于港外，因此采一字排开的配置，无疑是可以发挥最大的攻击火力，并便于统一指挥。关于海岸炮台，我会在下一集影片中会详细的说明。再来了解建筑特色。炮台原有4尊大炮，为英国制的8寸阿姆斯托朗炮，这个我在23湾炮台的影片中详细介绍过，与放置在义正公园的8寸阿姆斯托朗炮相同规格，由铁水泥铸造的指墙及炮座仍然保持完好。指墙上面还可以看到凹入墙体的拱形储弹孔。炮座侧墙则是以相当整齐的玄武岩10条砌成，更显出它的坚不可摧。位于左侧小山丘上的石器指挥所，前半部已经改成机枪阵地，一旁并有战后添建的碉堡，而右方的观测所则要循炮座右方
陡峭的石阶拾级而上，则可以到达山顶上的观测台。加菲也迫不及待地问 Oliver， 可不可以帮忙我们导览解说一下100米用炮台？加菲，不要急嘛，我一定会详细导览解说这个重要的100米用炮台，也是日本时期的基隆8景之一。100米用炮台为日本时期基隆要塞10座堡垒炮台之一，主体建筑于明治33年1900年12月动工兴建，于明治35年1902年7月竣工。炮台标高69.4公尺，建筑期间备炮工事也同时进行。开工日期为明治34年1901年4月，同年11月完成备炮，主要是因应日俄战争的战备需要。而炮台的严格也让我们更了解炮台的前世今生。炮台100米用炮台位于基隆港左侧最前端，视野辽阔，基隆港外港全景一览无遗。基隆屿便在炮台东北侧不远处，为监控基隆港口海域最佳的军事战略位置，负责基隆港外港的海域防御，防止企图接近港口的敌舰靠近。日本时期配置如下图所示：100米用炮台炮座为坐南朝北，初时配备有4座临海的8寸阿姆斯特朗炮，日军改称为安式8寸加农炮。炮台区是100米用炮台的主体建筑。100米用炮台四周4个半圆形炮座呈直线型配置，原配备有安式8寸加农炮4门，为海岸平射炮，以攻击军舰侧舷为主。火炮炮身口径为20.35厘米，全长共5.65公尺，最大射程可达9.2公里。其炮身的伸长具有提高命中率和增加射程的优点。炮座四周胸墙及横墙下方配置有多个暂时的储弹孔。炮座区后方并有运炮坡道，连通隔堆下方的炮车库，以为炮弹紧急支援之用。炮台的指挥中心是射击指挥所，射击指挥所位于炮台的东侧100米用3间制高点隐蔽的位置，标高104.2公尺，视野辽阔，可远眺基隆外港、近海以及木山鼻海滨。指挥所为炮台右翼射击指挥中心所在，同时也兼具观测敌舰分布以及炮弹弹着点位置的功用。指挥所为战壕形态，而西侧观测所、掩蔽部及分观测所更有其重要的功能。炮台观测所及掩蔽部位于炮座区西侧高地安部位置。观测所标高178.65公尺，为炮台命令下达及通信联络的指挥中枢。2020年10月，100米用炮台修复完成，观测所也复制一个圆形金属盖状圆顶，恢复到往日观测所的原貌。观测所中主要的测量仪器、测远仪，我会在下一集中为大家详细介绍。观测所中下方为掩蔽部及分观测所，皆由钢筋混凝土构成，可兼作守兵休憩之用。储水所对于炮台而言尤其重要。100米用炮台的储水所临近弹场东侧配置，以提供弹场火药紧急冷却及消防用水。弹药库、火药支库是炮台中重中之重。弹药库位于弹场西侧，与炮座区旁的炮车库一样。弹药库亦为混凝土拱卷构造，U 字形平面，构造相当坚固。
在生活区中必备的场所——侧倾厕所。隐身于炮台南端的兵舍区，原有兵舍、炮具库、坚守卫舍、储水所、炊事场、廊舍等设施，为驻守百米用炮台守兵的生活区域。目前唯一流程完整的，仅有此厕所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，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，所以下支影片是百米用炮台的第2集。Oliver 叔欢迎你的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订阅，期待下一支影片与你相遇。本集影片的制作特别感谢骆驼志工协会、黄真祥老师、李明江老师、吴博穗老师以及文史工作者陈陶桂英老师、马玉明老师等提供照片资料，使影片更具有古今对照与时间长河的流动感，特此致谢。